仔细看，让你们猜一猜这是什么东西。大冷眼，估计每个人都猜不出来。但是我要是把这撮毛薅出来，每个人就都认识了。对了，寄生恶魔额镜藤壶。但你们肯定猜不到，我手里这两只却来自200到300米的深海之中。你们再仔细看，它俩并不是一个种类。来，开始找茬。找到不同点了吗？别着急，听老郭详细给你讲述这两个神秘生物，老有意思了。探秘海洋生物，解锁海鲜美食。大家好，我是老郭。总有人让我整点新鲜玩意儿，整着了，这一堆不算太贵，20多块钱一个啊，是不是每个人都想吃呀？我这儿有个大的，看比我手掌都大，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稀世罕见。我就总感觉它像个什么玩意儿，还说不上来。一会儿呢，我就给它奢侈了，全网首吃。我隆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额镜藤壶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藤壶，它只是形似大鹅的脖子，形象的称之为额镜藤壶。它真正的名字叫凯明河。我这一堆呀，看似都一样，其实是两个物种。左边的叫湿式凯明河，右边的叫单节三角凯明河。我本想分2期给大家讲一讲，但是一寻思不能把哥俩给分开了，还是放到一起吧。能不能换2个币呀？整活。2种凯明河都是维胸总目鳗足类的低等甲壳动物，在深海的海底会附着在岩石、螺壳、贝壳、海藻的根茎上生活，在我国的东海就有分布。两者的区别就在头部壳板的生长结构上，也分别与其他的明河有着不同的生长方式。壳板一共由7块钙质骨板组成，分别是盾板、背板、风板、侧风板、侧板，基部还有2块小的壳板。仔细看，湿式凯明河的骨板呈分散状态，各骨板之间长有韧性的薄膜，随着薄膜不断的生长，会使各骨板顶端的位置发生位移，使得风板扭曲成一个倒的 V 字，形似一个大本的头。我们把这种生长方式称之为聚合生长。而单节三角凯明河的风板则是呈圆弧形，每个壳板的位置并未发生位移，其球板结构排列紧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。先把这层鳞状铠甲给它绞开，这层铠甲非常的硬，不能吃。这撮毛就是头部里的双枝形分节鳗足，一共有6对，其中的5对负责在海中收集浮游生物，另外1对长在胸部，负责往嘴里面运送食物。嘴就长在这里，由3对角质颚组成。重点来了，大家发现没？在鳗足的基部并没有发现加油枪，加油枪哪去了？丢了。我曾经讲过藤壶和龟足，它们都会有一杆加油枪，那是因为它们都是群生个体，周围的小伙伴很多，不愁找不着对象。而凯明河不行，它们是零星个体，个体之间距离比较远，加油枪已经失效了，即便是有，那也是鞭长莫及，干脆退化掉，换一种新的方式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大家听过矮熊现象没？就是把加油枪替换成雄性个体与之合体，不就解决交配问题了吗？当它的卵发育成现界幼体时，便开始寻找成熟的个体进行附着。它就在海里呀这么溜达，突然间发现目标了，这时它便会嗖一下的游到这块盾板的边上，开始附着，稍作调整，等待时机。趁着成熟个体的壳板微微张开之时，它便会立马脱掉介壳，嗷一下子就钻进了体内，与之合体，慢慢的就会发育成雄性的生殖器官来供应精子，完成繁殖。怎么样？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。来，咱们继续扒拉。这块是它的闭壳肌，与盾板是长在一起的。嘴的下方黑色的部位是食道，与胃囊和直肠呈 U 型结构。小屁屁开口于鳗足的顶端，这个部位是它的肝胰腺。看它的胃就是这种结构。生殖腺长在柄部肌肉的内壁上，这个部位就是我们主要的使用部位。来，我们尝一下，看看什么味道。起锅烧水，放点葱、姜、盐，开锅2分钟就好了啊，马味儿。全网首吃啊，20块钱，这玩意儿给用剪刀剪啊，挺硬啊。看这幼稚，来，粉丝先吃。去，老鲜溜了，口感非常的哏啾，有点像吃称王的那个感觉，哎，特别有嚼劲儿。我这个动过了，
如果要是活的，那汁水给更丰富，给老鲜溜了，绝对是海鲜中的上品。我预测一下啊，它有可能成为下一代的网红海鲜。此生物目前还没有什么俗名，来，小伙伴们，你们给帮起一个，未来的俗名有可能就在本期视频中产生，打在弹幕上做个见证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呢，咱们就到这里，给个3连鼓励，下期视频呢又是罕见植物，拜了个拜。哎呦我去，完了，笔干碎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，今天呢，咱们讲一期小屯屯啊。为什么做这期节目呢？因为我在逛早市的时候啊，发现有商贩在售卖死的野生河豚。虽然摊主告诉了不会收拾，不要买，但我觉得依然很危险。野生河豚还是死的，那是坚决不能够吃的。我买了几条啊，主要是供大家展示，不吃啊。2个品种，一个是红鳍东方豚，另外一个是黄鳍东方豚。像这个品种的话，我知道在大连是没有养殖的啊。为什么死的河豚不能吃？因为毒素都集中在血液和体液里面，死了以后血液一凝固，你咋处理毒素也释放不出来了。所以想吃河豚鲜就必须吃这种活的养殖品种啊。现在的养殖河豚经过几代的培育驯化，已经无毒了啊。即便有毒，那也是极其微小的含量，对人体呢构成不了伤害。但是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呢，也要执行一个高标的标准，我要把它进行一个抛尸一体啊。正确的给你们解锁河豚的处理方法。处理河豚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河豚的牙相当的锋利，咬合力惊人。我勒个去，你瞅瞅，笔都干碎了。这要是不小心手处理了，你们觉得会是什么结果？所以处理河豚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再小心。首先要进行放血，从后脑这块下刀，切断动脉和脊骨，然后迅速放入冰水进行一个SPA式的挤压，尽快的让血液流出来。为什么不能放常温的水？常温的水容易让血液回流，而且会破坏鱼肉的紧实度。血挤差不多了，就放入长流水里面开始流水，一直流到水清澈为止。血放好了以后，先把鱼鳍去掉，然后开始去内脏，从小屁屁这儿开始下刀，头部用刀劈开。好了，先找心脏，心脏应该在这个位置。哎，找到了，心脏肯定是不能吃的。然后把眼珠子抠下来，眼珠子的玻璃体属于体液的部分，不能吃。来，仔细看这个部位，这层膜就是河豚的气囊，位于鱼肚和食道之间。当河豚感知有危险的时候，它就会从嘴里吸入大量的水和空气，将气囊鼓起进行防卫。当危险解除时，才会慢慢的将水吐出。压力大的时候，口腔中的水会从2个塞孔同时喷出，十分的好玩。这个是鱼胆，不能吃。来说一下鱼肝，养殖的河豚鱼肝要比野生的大，这是区分养殖和野生的重要标志。还有一个标志就是看基膜，养殖的基膜发黑，而野生的基膜发白。单看河豚的外表是很难区分，有的人看颜色，这个也不太准确。有的河豚可能颜色就深点，有的就浅点。鱼肝也是带有毒素，但毒素都集中在血管中，我们只要把血管里的血液排掉，鱼肝是可以吃的。但处理是有讲究的，不能直接的扔进冰水里面泡，肝脏表面会有一层膜保护，必须改刀切几段，然后再泡冰水。泡水的过程也需要不停的按压，将血液挤出，最后再溜一下水，等肝脏彻底变白了，就可以吃身了。这个是脾脏，不要了。肠子啊、肚子啊都不要了。小屁屁这块还有个生殖腺，这个应该是精巢，这么小应该不在繁殖期。精巢的结构比较细腻，如果是卵巢的话就比较粗糙，这个就不要了。但精巢是可以吃的啊，卵巢不行。鱼鳔也扔掉。脊骨切记来一刀，里面也含有血液，一会儿需要再清洗一遍。靠近鱼头的部位还有一些红肉，这是它的肾，都抠出来扔掉。最后把鳃剪掉，内脏就处理完毕了。来，开始扒皮。刺儿比较扎手，所以给换个手套。扒皮先从边缘开始扒，慢慢的扒到刀口处。
然后用力一薅，哎，皮就下来了，完整的一张皮。头部可以剁成块，煎炸炖煮都可以。重点来了，鱼皮上的刺儿怎么处理才不扎嘴？先将鱼皮放入到90度的开水，烫至鱼皮起白膜，然后立马捞出，不能让鱼皮变成透明色，这些白膜就是粘液。粘液不仅有腥味，也会含有毒素的成分。用刀将粘液刮掉，同时将鱼皮上的倒刺也刮一下。如果把这些鱼刺放大看，锋利程度远超你想象。多刮一会儿，可以将鱼刺刮得钝一些，这样吃起来就不会扎嘴喽。以上就是河豚的处理方法。那么怎么吃呢？我准备挑战一下：鱼肉刺身、鱼肝刺身、鱼皮刺身。鱼肉剔骨，去除筋膜，切成薄片。泡好的鱼肝后切，鱼皮用100度的开水烫至透明，然后立马过凉，改刀成条。来，一豚3吃，开造！你们要是找不到我了，就去南铁门找我玩去啊！有些人肯定给问，哎，老郭，生吃你真的就不怕中毒吗？河豚毒素你就是做熟了，它也去不掉。我只想证明，吃养殖的河豚是没问题的。开吃，必须给蘸点海鲜刺身酱油。吃，鱼肉啊，非常的紧实弹牙，鲜中带甜，非常的清爽啊！果然是刺身中的上品。肉质啊，一点也不松散，很纯洁的味道啊，一点杂味都没有，相当的好啊！整个刺激的。呵，这片够个。哎呦，奶油的香味儿，香滑无比，软糯香甜，这个味道绝对是堪比法式蛤蜊。太香了！你们都谁吃过这个？我看有多少人来？哎，不少人啊！你们都是勇士啊！绝了！再整一块儿，一点都不腻口啊！越抿越香，越抿越香。哎呀，我值得推荐啊！但是就怕你们不敢吃，所以处理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处理好鱼皮啊。感觉就是满满的胶原，没有特别的味道，能吃出来鱼刺的感觉，但是它不扎嘴。我感觉这个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啊，特别的奇妙。今天这个一豚3吃非常的成功啊！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，下期见，拜拜。